他很想我，他经常会开视频，让我，他会让我脱衣服。Hello，B 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我是李佳华。然后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两个是从2017年2月份认识的，然后到7月6号左右才见的，年中途其实都已经在一块儿了。对。然后直到2021年的2月24号，然后才官宣的。我之前一直做互联网，也是怕给他自己的生活造成打扰，或者说是会给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造成困扰，也一直没官宣，直到去年才官宣的。对，也官宣1年了，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然后今天应大家的私信要求，给大家录50个问答，当当当。哦，不止50个。对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吃过小新的？第二个，小新追姐夫那几个月，姐夫完整的心路历程。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抗拒的，然后我说实在的，然后小新是一上来就超级的热情，但是后面慢慢的接触以后，就感觉心门就是被他打开了，然后就在接触的过程中就爱上他了。其实我们在见面之前就已经确定关系了。就是你是从一个比较抵抗，然后慢慢接受，又跟我打游戏，然后又慢慢的第三个问题。是什么触发姐夫主动提出在一块儿的？这个跟第二个问题其实很像，就是接触以后慢慢的产生感情，然后就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每天打电话，然后反正每天打电话都可以打10几个小时嘛。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独立的人格，小新就在他身上我看到那种就是自力更生，因为他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9岁，18刚过19不到，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漂泊，我就觉得他很棒。那个时候疫情不能见面，如何解相思之苦？具体细节。其实我们两个，平时如果是包括那个时候异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聊天都会比较多，天天都会一起聊天。包括他干什么，他会拍出来分享给我，然后我干什么，我会拍出来分享给他。即使是异地，手机也是24小时，其实几乎不离身的一个状态。然后那个时候疫情，反正他很想我，他经常会开视频，让我。他会让我脱衣服。好，第5个问题，现在彼此是什么情况？热恋期吧，我觉得感觉还是在热恋期。第6点，在一起5年，如何保持做到每天都在热恋期？就像小新他，就每年都会有几个限定系列环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各种事情，其实只要你想，你跟谁10年20年，我觉得都可以保持新鲜感。比如说，是不是做一些情侣必做的事情，然后去旅游，去干嘛，然后来这样保持一个这样不过期的期限，有没有？老实回答有没有？妈妈第一次见小新之后，有没有在说些什么？我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小新好可爱，不要欺负他之类的。”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搬了新房子嘛，然后我跟我妈说要跟小新 AA， 开玩笑的哈。那我妈那时候你还记得她说，那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要跟他 A 房租，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了。妈妈说，人家大老远跑过来，你还要让别人给你 A 房租，你自己住不就是了？对，因为我妈其实挺护着小新的。第8个问题，对你们来说彼此的意义是什么？陪伴吧，然后彼此变得越来越好。你们在一起后得到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？我先来回答。我觉得我想让你回答，然后你帮我回答。就小新在一起以后，他失去了就是很多他单身的朋友的一些困扰吧，因为毕竟他得到全世界最帅的一个男生。李佳华失去了一些不想去改正的一些缺点，就可能我跟他在一块之后，很多东西我会就是逼着他去做，就比如说拖延症，他懒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很久才会做，但我在的话，我就会说你把这干了，你把这干了，我就会去讲他。然后包括他以前花钱没有节制，然后我也会节制他一点，我觉得这是他失去的一些东西，但未必失去的都是不好的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互补，可能很多东西也很好。下一个问题，能不能多发挑战视频，多发日常？
还会去旅游吗？也想看旅行 vlog 以及情侣必做的100件事。哇，你的日常，你的问题好多呀。之前答应过大家，我们会在这里给大家多多更新长视频，包括以后给大家拍的一些各种挑战、各种我们生活的 vlog、去旅游的 vlog，然后都会给大家多多发在这上面，然后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跑的时候都会叫什么或者会说什么？我一般会说张嘴。夸他，我说，Oh my god！ 11个问题，有没有被小新说过技术不好？那肯定没有啊，真的有，我们两个刚没有在一会儿那一段时间那几天，我就老吐槽他，我说你这儿又不好，那儿又不好，怎么样？我说你这儿本来就需要改进啊，怎么样，就天天干嘛呀？救命！Oh my god！下一个问题，姐夫能答应返工吗？我腰不好。自我安慰哈。来，下一个问题。三亚阳台具体说说。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，就当时我们是刚到酒店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打开，就是订好房间嘛，我们两个一个房间，打开那个房门，就是那个酒店好到就是那个迎风吹过来，然后我们俩就哇，好大的房间啊，浴室也好大，这样就很开心。然后我把窗帘一拉，我说宝宝，这还有一个阳台。然后就超大的一个阳台，然后李佳华就心思突然，我就趴在床上，然后他就过来趴着抱着我，他说：“宝宝有个阳台。”然后我也没理他，宝宝有个阳台，然后我也懂他什么意思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出去，就吹着海风，那个阳台是除了面朝大海，周围哪儿都看不到，就很神奇。然后我们就面朝大海，吹着海风，就很舒服，然后就 nice。那个阳台就是他没有进。然后就是衣服就一扔，就全部一扔，就返璞归真。雨伞用的什么号？买的时候会挑款式。其实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哈，我们真的不太用雨伞，就是我们5年都没有用完一盒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干嘛呀？15，平常亲亲大概多少次？什么情况突然要亲亲？平时抱抱多还是亲亲多？平时亲亲一天不说100次吧，50到60次差不多。感觉有80。有80。我们一般就是亲的会比抱的多。也没有什么场合，特别的场合，就比如说他做好饭了，然后我就，哎呀，给别人录视频，然后就比如说，有的时候直播也是会突然。然后平时比如说他趴在那儿，然后我在那儿打游戏，他也会过来，就每一天，所以大家现在经常都会说我们两个很像。然后亲多，抱抱多还是亲亲多？亲亲吧，亲亲会多一些。抱抱的话，就有的时候我委屈的时候，我说抱抱，然后会抱一下，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会抱。就睡觉之前两个人躺在一起刷手机的时候，就会就是已经粘合在一块儿了，就一直抱着，直到抱到睡着的那一种。就每天抱着都要翻来覆去的，你还记得？特别是我们刚在一块儿那个时候，刚在一块儿那个时候，无时无刻不在抱，就抱着都翻来覆去，滚来滚去，翻来覆去，滚来滚去，就一直在抱。现在也一直在抱。好奇姐夫你是怎么住进小新学校的宿舍的？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在代操，我记得，然后他住的是教师宿舍，就是那一间房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对，蛮大的。然后我就因为他那个时候来找我嘛，我天天又要在学校，我就直接把他接过来了。我想的是应该没什么，但后来我带的那个班级的学弟，他们就说学长，经常跟你一起吃饭那个人是谁啊？然后我说哎，正常的。然后我说啊，我说就欢迎他。学长，你别说了，我们都懂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当时反正在学校里吃饭，因为挺多人认识我的，然后就会超多人过来问。下一个17，5年多的相处，对方做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就是小新的脾气变好了很多。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19岁，然后就脾气很暴躁。就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，现在其实他的脾气已经温顺了很多了。虽然你们可能还觉得他还是比较容易爱生气什么，但已经好很多了。我觉得李佳华改变最大的可能是他以前。就是会超级不浪漫，超级不在意细节，超级浪漫。然后就是他不会去在意很多细节，比如说我哪个细节
他会觉得他说的话很伤人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以前他不会，但是现在他会特别的去注意这些细节，也特别的喜欢去制造浪漫。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大的改变，对吧？来下一个，姐夫和小新哭的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因为什么？你先讲你的。我应该是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吧，就是被赖爱心从北京回来，被赖爱心吓得哭，然后有一段时间晚上都睡不着，每天晚上都在想他，然后就骑单车，那段时间哭得蛮凶的。被我吓了，你被我吓什么？爱情的哭。我觉得我就是第一次跟李佳华见面那天晚上嘛，就是哭得很厉害，哭得很厉害。你们想象，就整片枕头都是我的眼泪。What？ 你觉得李妈妈和新宝以后会不会有婆媳问题？你来回答。不会，因为小新是很讨姐姐啊，然后妈妈类型的人喜欢的，我不担心。而且我妈也是一个超级开明的。妈妈比较好相处啦，妈妈两个都好相处，经常都会在社交平台上看大家剪辑的视频，然后看剪辑的视频，妈妈还会打电话给他说：“天哪，我看小新撒娇的样子，对你撒娇样子太可爱了，我真的看10遍都不会厌。”然后还跟李佳华说：“那妈妈能够叫你姐夫吗？看别人都叫你姐夫，妈妈也叫你姐夫好不好？”今天还有一个你不知道，月姐说她发我们亲亲的视频，我妈第一个点赞，我要是你把她拉黑吧。Oh my god！ 我想问，小新一提到吃饭就特别不情愿，是对功课不满意，还是单纯不喜欢吃饭？其实没有，也没有不情愿，他很满意的很。其实这，好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主动要求。没想得到没有，都是我主动的。就好多时候其实还是很舒服。其实是 OK 的，然后只是你们知道的，不管是在直播间还是在私下，我都要表现一副那我若无其事啊，我不想很矜持的样子啊。那如果天天都是我很想，那人都会厌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要保持那种新鲜感呀。第21个问题，睡觉前亲亲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吗？一开始就有，而且之前还更过分。之前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是两个人，比如说我们12点钟躺在床上，然后就是翻云覆雨的亲来亲去，然后到了2点的时候，可能他说真的睡了，宝宝真的睡了，然后后面天都亮了，过了一会儿就4点，然后直到天又亮得很早，那个光都已经照进来，我们俩说好了，真的睡了，别亲了，甚至我们两个都说好了，别抱在一起，分开睡吧，就是这个样子。23个问题，第一次问的太多，想问第2次是谁主动的？其实没有谁主动不主动，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刚在一起，你知道吧，都是干柴烈火的，就可能全天，第一次跟第2次可能都是同一天晚上。是。下一个问题，老婆哭的时候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不同场合哭。其实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以后，反而不怎么哭了。然后他哭的几个场合，第一个就比如说像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那种哭，可能就觉得要好好保护这个小孩。然后或者是他以前在北京异地的时候哭，我可能就是会放下，就如果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可能就第2天就会飞过去找他，或者是给他买票让他再来找我。基本上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场合。就反正一看到他，我就会开心一点。然后每次不管是家里的事还是跟朋友的事，反正难受的时候就会来找他。他就会或者说还有一个场合就是他有时候像直播的时候，他喜欢装哭，但这种场合我会翻白眼。小新最吸引你的地方是性格还是颜值？应该是颜值，应该是身体吧，肉体。你们最喜欢在哪里剁？我喜欢镜子，不用再说了，这个我喜欢的知道。不是他说的是在哪里，不是最喜欢什么，在哪里面前。我喜欢的是那种私密的空间，我不喜欢在外面。那大家听，我也比较喜欢私密的空间，比较喜欢，但是我会比较喜欢氛围感，比如说在成都我家啦，就有那种氛围感。2021年立的 flag 会在2022实现吗？腹肌、植发，然后以及驾照。会实现2个吧，我觉得，因为今年驾照是肯定要考的。哪样的？驾照和植发。你把腹肌抛之脑后了。腹肌我觉得不要再说了，因为大家听了很多次，等真的有的时候再跟大家说的。要等到猴年马月呢？觉得我是被爱着的是什么时候？可能他给我零用钱的时候。
给你买皮肤，给你留钱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被爱着。那你呢？我觉得，我是比较感性的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时候是我觉得被爱着的。我的生活中，是我随时都觉得自己被爱着。就我知道，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无论我有多难过，我背后都会有他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会比较随遇而安，我会不害怕。然后因为我会觉得都会有他在，我会一直被爱着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是吗？是。哎呀！各自对对方说一句话。没有，不用对他们说。还滚！真的没有。根本不会。姐夫，网络诱惑这么大，为什么这4年你都不为之所动？什么诱惑呀？我没有感觉。也没有说。哇！回答满分。但我讲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诱惑，除了我。真的呀，真的没有那么诱惑。那你呢？你觉得有什么诱惑？没有出来。上次李潮送的玩具具体怎么玩的，可以说说吗？我不是拍的那个铃铛挑战吗？那里只带了一个铃铛，其实其他东西也是有的，都包装一下。对，它有它各自的一个使用的空间。当初一个人热聊着，一个人敷衍的回着，不觉得尴尬吗？这个是问我，我会觉得我不觉得尴尬，因为我觉得以我的实力 OK， 那只是暂时的尴尬。我当时觉得OK 啊，你暂时对我敷衍着呗，以后你会后悔的。我就反正拿实力说话了。第一次见面怎么破冰呢？第一次见面我还是非常主动的去破冰，这个已经讲了无数次了。我见面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，两个人就很尴尬。不是这样的啊，认真一点。第一次啊。就这样，然后我超级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尴尬，我就想怎么办？完蛋了。然后后面破冰的话，就是巴西柔术，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返璞归真，就是坦诚相见的时候破的冰。小新和姐夫今年还会去旅游吗？感觉有讲过。会去旅游，今年也会给大家多多录 vlog， 以及生活 vlog 以及旅游 vlog。小新最看重姐夫哪一点？其实我比较看重他很顾家，而且很有安全感，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。你刚刚都没有说，你最看重的明明就是我这张脸很帅，还有这张脸好帅呀！我最看重你就是很淳朴吧？你才很淳朴啊！我一点不淳朴，我长得很没有安全感啊！讲真哦，有没有就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？你长得很文艺。网红圈帅哥这么多，是如何保持自我、坚持跟一个素人在一起的？这是谁问的？我讲一句实在的，网红圈帅哥虽然很多，但是我也不差，好不好？是啊。我跟你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我们要看综合实力，我输在哪？问我的时候你让我答，我也很规矩，问你让你答，你问我的时候你不用答了，我直接帮你回答了这个问题。37，彼此多久不回信息会生气？其实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分开的时候，异地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因为不回信息而生气。就是他会前面讲到了，就是他会干什么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我会干什么时候给他说一声。中途没回信息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知道彼此在忙，所以不会生气。但是有一点我很生气，你知道他干什么吗？我特别生气，他跟我答非所问。他经常我们俩异地的时候，我聊天。此处大家应该体会到我的生气了。比如说我给他发一个，我说无语啊，今天去拿快递，那个快递找不到了。然后我希望他说个什么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拍了一堆吃的给我，今天做的这个还蛮好吃的。我就很生气，我说这干嘛在答非所问？然后我等一会儿又回来消息，我说无语啊，我妈叫我出去吃东西，但我不想出去吃。他又回了我一个，刚刚我去拿快递了，你看买的这个还可以吧？就跟我永远在那答非所问，我就很生气，然后我就生气骂他，我说李佳华，你是会自动屏蔽我的消息吗？就感觉我发的消息一切过去都是自动屏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就他会这样跟我答非所问。就是你老婆到底有多香？